Hello，大家好，这里是宋诗新语。近年来啊，量子计算啊，这个发展很快啊，什么量子霸权啊，量子计算机破解密钥是吧？非常热。甚至今年的诺奖候选里边也有量子计算的成果啊。在这个背景下呢，各种新型量子计算材料层出不穷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篇最新的论文啊。这个研究呢，发现了一种新材料中的自由基的非凡特性，这可能对量子计算材料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这篇研究啊，它发表在预印版网站 Archive 上啊，报道了一种名为 LK99 的铜替代铅磷灰石材料中啊，发现了时间异常长的自由基。那这个发现呢，立即引起了专业人员的这个强烈关注。那么这个神奇的 LK99 材料究竟是什么呢？我知道很多朋友要插话啊，插话的要举手。这个毕竟你们知道了，但是很多的新的观众啊，他是不知道的啊。我还是要给大家讲讲，毕竟我讲这个呢是不需要稿子的。LK99 啊是一种在铅磷灰石中啊用铜原子替代铅原子而成的一种新材料啊。韩国的量子能源研究所的李石培和金志勋这两个人啊，他们号称呢在恩师的鼓励和指导下，花了20年刻苦钻研，烧了上千炉的材料，烧出了这个有争议的材料。现在他们的论文呢在正刊还没有刊发，但是锤他们的论文啊已经上了 APL 了。在 LK99 论文发表之后啊，在 Archive 上和一些其他期刊已经发表了上百篇的论文，其中啊不少正在从预印版向正刊迁移。那我在过去多期的视频里面讲过，说这种材料啊很有可能打开了新材料研究的大门。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是这样。不知道李石培看了之后啊会怎么想。那这个材料它有争议啊，就是室温条件下实验超导。那这个概念呢引起了这么热烈的讨论，但是其他的一些研究小组发现啊，这种材料的超导性能虽然难以确定，但是呢为了弄清原因呢，中国学者的一个研究团队啊，在研究了 LK99 之后呢，发现了其他的新特性。那论文的第一作者叫刘继征，和对应的作者叫王佳。这两位来自中南大学，就是大家熟悉的牛建渣他那个 team。这个学院呢，在材料合成和表征方面呢，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实验基础的。通讯作者呢，姚和谢峰桥啊，这两位教授呢是来自，以及其他作者吧，他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那这个学校呢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发光材料、磁功能材料和量子物质方面研究啊是非常先进的。那论文作者里边还有一个2000年出生的博士生。学霸呀，这都是。所以论文的里边这个 EPR 实验部分呢，主要是在华南理工完成啊。可以说呀，这篇论文呢结合了中南大学的这个材料合成能力，华南理工大学的量子控制技术和理论计算啊，开拓了 LK99 啊它的量子特性研究，是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学术背景意义的。那论文的题目呢，我们看一下，叫铜取代铅磷灰石中低质量导电电子的长时间相干配对啊。我们看一下论文的全文。他们通过精密的实验技术啊，这个研究团队呢，在 LK99 中发现了一种叫做铜酸根自由基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化合物啊，这么个东西。那什么是自由基呢？简单来说吧，自由基呢就是一种含有未成对电子的这么一种化学物质吧。这些未成对的电子啊，使它们非常的不稳定和活跃。那么这些年啊，物理学家发现自由基中的未成对电子啊，具有量子的自旋特性。如果能够精密控制，就可以实现量子比特。但问题是呢，大多数自由基的这个相干时间非常短，难以呢就是进行量子控制。但是这个团队发现啊 ，LK99 中的这个铜酸根自由基展示出了惊人的1微秒的相干时间，这在固体材料中啊是非常罕见的。那为什么相干时间是如此重要呢？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可以在自由基系统中保持和控制量子信息的时间尺度。一个相干时间只有纳秒的自由基啊，是根本无法实现复杂的量子计算的。我们看看在 LK99 之前啊，发现过哪些长相干时间的这个自由基。
在这篇论文啊，就是报道这个铜取代铅磷灰石中铜酸根的自由基相干时间超过1微秒之前，也有报道过其他物质观察到较长时间的这个自由基这个时间，比如稀疏自由基固溶体啊，在掺杂稀疏自由基的固体溶质中啊，由于自由基的间距呢比较大，而且相互作用比较小，那么在相干时间呢可以达到几百纳秒，比如在氧化镁晶体中掺杂的自由基，在77K 这个温度下，相干时间呢可以达到500纳秒。再比如一些有机分子晶体一些这个稠环烯烃和同类的有机小分子可以形成有序的这种分子晶体，那晶体效应呢抑制了生子的散射，那在100K 相干时间可以达到400到600纳秒。其外呢还有什么端基自由基、稀土金属的离子掺杂晶体以及表面编码自由基也能实现不同的相干时间。那这篇论文它报道的这个铜酸根自由基相干时间呢，属于目前固体材料中最长的，它的量子效应在宏观尺度下的表现呢特别罕见，这就为探索这个长相干自由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自由基的这个相干时间都是有个附属参数的，就是温度。所以这篇论文呢，自由基系统它的主要超长相干时间是在85K 下观察到的，这就证明了这个量子效应可以在液氮温度下实现，这就具有实用价值所以找到微秒级相干时间的自由基，对于实现量子计算还是意义重大的。那我们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剂吗还是导？实话实说这个论文并没有直接观察到 LK99 就是说铜取代铅磷灰石的这种宏观超导态，那可能是样品本身的电阻过高所致。这句话在 abstract 的第6段里面是有的所以这个论文呢，通过 EPR 研究发现了非常罕见和有价值的这种量子效应，就是铜酸根自由基的长相干时间超过1微秒和稳定的室温3重态双自由基。所以这种长相干效应从理论上它是支持 LK99 可能存在就是在量子电子的这个相关效应，因此是有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实现超导的。但是你要想进一步证实 LK99 这个超导，你就需要改进你的这个样品质量，提高电导率，并在更低温下进行电导率和磁化率的测量。所以 LK99 的这个长相干铜酸根自由基本身它就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量子材料，在量子控制和计算方面呢是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的。所以这个论文的重点不是超导，而是展示了固态材料在宏观条件下可以呈现长相干材料的这种量子效应，给探索新型的这种量子材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这个候选系统。所以单单说剂或者导的话呢，当然是偏剂的毕竟呢它没有证实它们的合成物就是 ZNU23 是吧？任何的这个超导特征，比如零电阻或者麦斯纳效应。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虽然对 LK99 可能超导机制的解释你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但是他们发现了非常罕见的其他的有价值的这个量子效应，所以这个发现本身也是具有比较积极意义的。所以我们说导是吧，就是广义上是这个材料它不是骗局，而是呢具有极大的超导或者其他应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那就是导是吧？这个好比你搞了一个2甲双胍，你用它来减肥，结果呢不好使，但是你发现它可以降血糖。你又搞了一个 GLP-1 的这个受体激动剂，想用它来降血糖，结果发现它能减肥，再研究我靠还能治疗肾炎是吧？所以你看科学创新有时候就充满了偶然性。咱们写文章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叫妙手偶得吗？所以呢，咱们感谢中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人员给我们带来的重要论文，希望他们尽快通过同行评议，最终正刊发表。因为这个突破性的发现给探索宏观尺度下的长时间的量子相干效应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可能。就像论文第1段里说的abstract 第1段里边说，最后一句话他说，铜掺杂铅磷灰石结构中的铜替代双自由基可能成为理想的量子材料新候选物。它表明量子效应不仅仅局限在微观世界，在宏观系统中也可能存在巨大的潜力。
所以未来啊，对这个发展深入研究呢，我们可能会看到量子科技的新突破，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量子革命。所以啊，未来以来，你还会觉得是一言假吗？好的，这里是宋时新语，我们下次再见，拜拜。